总参数高达320B 的巨无霸，每次却只唤醒18B 计算 API 输入价格直接干到了每百万0.15美元。这笔账划算在哪儿？用过大模型的团队一听就懂。那它究竟是怎么把成本压下来的？把这笔账打下来的关键就是刚刚发布的 GLM 5.3 Flash 模型。它不仅把开源门槛往下砸了一截，还带着原生多模态直接入场。回看本频道一路追踪的 Z 到 II 技术线，从早期的 GLM 5.2 到如今的 5.3， 路线越来越聚焦在低成本推理上。以前那些高高在上的参数规模正在被一点点拆开揉碎，喂给消费级场景。最有趣的是，它在正式官宣前曾在公开平台上换上 Ox Alpha 的马甲，裸奔测试了一整周。这种把代码丢进公开竞技场生拉硬拽的做法，比任何自吹自擂的跑分都管用。经由实战竞技场的生拉硬拽，这种野路子跑分出奇管用。现存不够的小团队连把全值加载到内存这一步都过不去。面对这道门槛，团队连把大体积全值加载进内存都成问题。可它在真实编程和复杂逻辑里究竟能打几分？在 Terminal Bench 和 DeepSWE 测试里，它的表现已经逼近甚至对标了 CloudOpus 4.8。顺着这套对标逻辑， Automation Bench 直接翻了1倍。这些数字说明它在表格自动化和多步骤推理上不再只是个纸面玩具。跟闭源的 CloudOpus 相比，它把价格压到了1/10，形成了极强的降维打击。当 API 单价被砍到这个身位，很多原本算不过账的自动化流水线突然就能跑了。批准测试的上限看清了，可它为什么偏偏能在保持大体量的同时把消耗压得这么低？它的核心是 MOE 架构，320B 的庞大身躯里，每次只让18B 的专家团队上场干活。它在45层深度下玩了一套复杂的混合架构，既保证了计算精度，又把算力消耗压到了极限。这种设计就像是给大脑装了智能开关，只在需要时全力运转。这种混合编排让长文本的计算量不再随着长度指数级往上窜。为了撑起100万上下文，它用 Index Pool 对键向量做加权池化压缩，把暴涨的 KV 缓存稳稳接住。没了成倍膨胀的缓存拖累，模型在处理长文档时才不至于半路卡死。摆脱缓存拖累后，文档处理速度再也没有半路卡死过。在 320B 庞大参数里，每 token 只激活 18B， 靠极低激活量撑起100万上下文。但代价也很现实， 306G 的 FP8 权重对硬件要求极高， VLLM 目前只认 NVIDIA Hopper 及以上架构。要是手头只有老旧显卡，私有化部署这3个字根本不用想。同时必须诚实指出，自部署门槛高， 306G 权重加 Hopper 硬件把人卡在门外。遇到复杂的图形细节识别，它偶尔还是会翻车。对开发者来说，靠着100万长文本 API， 每100万输入降至 0.15美元，降到前代1/10。读完几万行代码，再让它改错，账单终于不会让人心疼了。最后奉上避坑清单，硬件不足，千万强行私有化，优先走 API 调用，以吃满 0.03美元的缓存红利。要真处理长文本，先挂上 API 跑2把试试，反正开源不要钱。